我曾经是一个建筑设计师，转行后我就想着做一个关于建筑的游戏。建筑设计有一个很干的工作，就是画建筑分析图。这些图很好看，代表了建筑师们对项目的憧憬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为了让分析图变成现实，你需要不断的碰壁，不断的妥协。原来的设想能有10%保留下来已经很不错了。所以我的初衷是在游戏里实现建筑师们的愿望，让他们的分析图动起来。我选择了这种剖面的分析图，它天然具有横版游戏的风格，空间关系一目了然。一开始做这个游戏是为了参加一个游戏展，所以用的都是英语。后来赶不上了，又断断续续的开发了4个月，还有很多问题，这个留到最后。先来看看它现在的样子吧。游戏的核心是建造和经营，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钱的建筑师。一开始你有一块空地，你需要建造建筑，出租它们来赚钱，并用这些钱来扩建你的项目。主要的盈利方式是出租房间，这些房间主要分为办公、商业、住宅、公共设施4大类。办公房间可以出租给初创公司、创意公司、总部等，它的租金取决于当前在公司里的人数。这意味着你要保证白领们不要在上班吃饭的路上耽误太多时间。随着时间的增长，公司的规模也会扩大，带来更多的收益。商铺和饭店可以出租给超市、电影院、咖啡厅等等，他们在有人经过或光顾时才会产生租金。你需要合理规划，让你的租户尽量多的从商铺门前经过。住宅可以出租给单身人士、家庭等，它的租金则与租户的满意度相关。你可以为住宅提供良好的视野，修建花园，用配套设施满足他们的活动，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。公共设施则是辅助功能的，像展览馆、社区中心等等，它们不会产生租金，但可以为租户的活动提供场地。在每个项目里，你能建造这4种房间的数量是不同的。在极端的情况下，有时可能只能修建办公和公共设施，甚至可能只能建商铺。你需要为每种项目找到一个解法。说到活动，你的租户们会有特定的活动需求，例如初创公司需要灵活的办公空间来交流想法，住户需要吃饭、购物、看电影等。这些活动能提升项目的吸引力，你可以用不同的吸引力招揽不同的租户，这是用钱买不到的。建筑师很喜欢种树，尤其是在高楼里种树，像这样。在游戏里，绿化可以持续提高租户的满意度，而且你树种得越高，它们的影响范围就越大。游戏开始时，场地内会随机分布一些树木，尽量利用这些树木，而不是铲平它们，能助你顺利度过项目前期。在之后，当你的楼房修得足够高时，就要考虑修建昂贵的空中花园了。除了绿化外，不同租户还有其他需求，例如住宅喜欢开阔的视野，初创公司则喜欢同行业聚集。租户头上的彩色点点就代表着租户的行业。对于初创公司来说，让他们尽量多的跟同颜色的租户放在一起，就能提升他们的满意度，就像连连看一样。而有些住户则喜欢跟不同行业的邻居打交道。作为项目经理，一天能赚多少钱是你能力的直接表现。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程度时，你就会升级，并随机获得一些奖励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策略来选择这些奖励。在游戏里，如果你的资金耗尽了，你就失败了。所有光鲜亮丽的建筑都在每时每刻地消耗着你的资金。再好的设计，如果租不出去，就是累赘。你也要注意租户的满意度。白领们不喜欢在电梯厅里排队，商店老板不喜欢门可罗雀。在租户满意度低时，他们就会走掉。行业的大环境也影响租户的租金。有些租户今天能给你带来很多租金，再过几天可能就变成穷光蛋了。最可怕的是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，它可能让一个处于风口的行业毫无征兆地垮掉。这时，受影响的租户不仅交不起租金，满意度也会迅速下降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游戏以建造为主，结合了轻度的 roguelike 元素。我玩下来之后的体验是，脑子不会有太大的压力，但我的手没闲下来过。接下来说说这个游戏目前的问题。先说花点时间可以解决的吧。第一个是最显而易见的，就是缺少租户在建筑内的动画，这让游戏的体验直接减半。
第二个是游戏的数值还没有调好，导致有些策略很容易，有些则基本上不可能。第三个是游戏里的楼房和楼房之间没有联系，导致游戏的交通非常单一。最后是这个模式的硬伤，这种横版的建造类游戏，初始的地形条件对游戏的影响非常有限。现在我只用了场地内原有的树木作为影响建筑布局的因素，但等玩家建筑修得很高时，地形对后期的影响又微乎其微。而在我这个现实题材的游戏里，又很难在天上加上什么资源，这就让游戏的可玩度大大下降。这也是我弃坑开发下一款游戏的原因。在这个游戏里，除了 UI 部分，其他都是用 Unity EZS 来实现的。经历了摸索之后，我形成了一套模拟建造类游戏 EZS 开发的框架，我以后会介绍一下。游戏里的自适应花园、房间里的人数都是通过 Shader 来实现的。另外，为了做游戏的教学关卡，我开发了一个基于 Scriptable Object 的剧情触发系统，可以不写代码就构建关卡的剧情。这些我以后会在博客里分享。